么能把天运子当猴耍的云仙道侣，竟然满眼感激地对王林称呼恩人。要知道，这两位可是修为达到9品仙君，堪称碎孽巅峰的超级大能，他们凭什么心甘情愿地对王林这个后辈低下头颅？这背后的真相藏着一场足以颠覆修真界黑暗法则的惊天算计与极致救赎。咱们先看看云仙道侣的背景究竟有多吓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后来的心理转变。娟儿，该出关了。这俩人男的叫王威，女的叫胡娟，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普通散修，而是宇智仙界仙帝青林手把手教出来的亲传弟子。当年仙界崩溃，师父青林被蛊魔重伤，只能躲在妖灵之地沉睡保命。侥幸逃过一劫的这俩夫妻，瞬间就像是失去了主心骨的孤儿。特别是王威，他当年在仙界底层朝不保夕，是师父把他拉出了泥潭，所以他对青林的感情早就超越了师徒，那简直就是再生父母。为了救师父，他们在这个破地方像幽灵一样隐忍潜伏了几百年。因为经历了仙界覆灭的巨大创伤，此时云仙道侣的心理状态是极其冷酷和自我封闭的。在他们眼里，所有进入妖灵之地的人，不管是老狐狸天运子，还是自带寻宝雷达的贪狼，全都是可以随时舍弃的工具人。贪狼欲壑难填，胆大包天，屡次潜入潮汐深渊探查，自以为天衣无缝，殊不知其行踪轨迹早在我们掐指推演之中。为了唤醒师父，修真界的一切人和事在他们看来只剩下了算计和利益交换。直到后来，他们碰上了那个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变数王林，那是王林抢走仙府令牌，躲避了500年后再次重返妖灵之地的剧情。当时的王林为了救司徒南，被虚空子一路追杀，被打得重伤垂死，半条命都快折腾没了。当他误打误撞碰见云仙道侣和老朋友周易时，王威其实在一旁冷眼旁观，他甚至想过直接对周易搜魂来获取情报，只是怕毁了周易才强行忍住。但接下来王林的举动直接把王威给看懵了。王林拖着那副残破的身体根本不是来求救的，他费这么大劲涉险，竟然只是为了把清霜的肉身完好无损地交到周易手上，仅仅是为了履行当初的一个承诺。小兄弟，在我死后帮我照顾我的妻子可好？王威是个活了上万年的老怪，他太懂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修真界了。平时大家为了一件法宝都能杀人越货，哪有真情在？这就像在我们现在这个把搞钱和利益交换挂在嘴边的社会里，突然遇到一个愿意为你无偿扛雷的傻子，谁能不被深深触动？从那一刻起，王威彻底放下了9品仙君的高傲，主动自曝身份。因为他意识到眼前这个叫王林的后辈骨子里有了一种在修真界早就绝迹的纯粹，不过单靠送个肉身顶多算个重情重义，真正让他们彻底折服并喊出恩人的是王林后来那堪称疯狂的救赎。在最终解救先帝的死局里，面对恐怖的古魔塔家，王林是怎么做的？他完全可以躲在2个仙君后面自保，但他没有，他屡次施展自己的生死意境去强行扭转战局，甚至不管不顾地祭出自己的本命法宝，硬生生去替王威夫妇挡下致命的杀劫。从修道的角度看，王林这其实是在拿自己的道运和命去给这2人强行续写仙路。他的动机极其简单野蛮，你既然把我当自己人，那我拼了命也得护住你。他不仅拼尽全力帮他们找回了先帝青林的肉身和残魂，终结了这对夫妻几万年的绝望执念。更难得的是，在面对仙界秘宝和道统这种极度诱惑的东西时，王林没有选择吃干抹净，而是把得到的好处反哺给了宇智仙界的传承。他不仅救了先帝的命，还顺应了因果轮回，帮他们保住了未来的道统。最终先帝复活，重塑仙界，王林和司徒南也因祸得福，成了云仙道侣的便宜师弟。每次刷到这段剧情，我心里都觉得特别触动。在这场跨越数万年的恩怨里，王林用最铁血的手段和最柔软的真心帮别人拼凑完整了一个家。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在这个越来越强调人间清醒、人格独立和权衡利弊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也像最初潜伏的云仙道侣一样，给自己的心竖起了一道道高墙？我们防备着背叛，精确地计算着每一场社交的得失，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那种敢把后辈交给别人的纯粹。或许真正能治愈我们内心残缺的，从来不是我们手里攥着多少保底的筹码，而是在某个绝境里依然敢去相信一次，敢去履行一句承诺的孤注一掷。